今天要带你进入一个你从来没看过的场景，天界法庭审判大会，不是复仇者联盟，不是地狱法庭，也不是什么剧场神鬼交锋，这是真实存在于诗篇82篇的天上神明惩戒大会。你没听错，是神明们召开检讨会，而且主持人是神本人。问题来了，这些神是谁？为什么他们要挨骂？而且重点是，你我居然也牵涉其中。诗篇82篇第1节开场很震撼，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施行审判。第1节，等一下，神通常不是坐着掌权吗？现在他站起来了，意味着事情大条了。就像老板平常坐在办公室，突然开会时站起来拍桌，我们必须要谈谈这件事。你知道吗？这不是神开讲道会，这是神开检讨大会。对象是谁？诸神啊？神也会开除神吗？对，因为这些神其实指的是地上的掌权者，有审判权的人，包括领袖、法官、执政者。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，要到几时呢？第2节，这句翻过来的语气大概是，你们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是的，神在这里质疑的不是他们会不会审判，而是你们审判不公，偏袒恶人。来，帮我举手，你有没有看过明明证据很明显，却被说成证据不足的案子？有没有看过权势大的人犯罪，最后居然说这是误会，就放过了？诗篇82篇说，神看到了，神很不爽。接下来连续几节，神用动词炮轰，你们当为贫寒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3到4节，注意，神不是说你们要多祷告，要传爱心卡片。他说伸冤、施行公义、保护、拯救，这是行动，不是佛系冷眼旁观，而是耶稣风格的卷起袖子站出来。神的审判标准非常简单，你对弱者怎么样，我就对你怎么样。你们不知道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第5节，这是神对这些掌权者的再度痛批，你们不是不懂正义，只是选择装作不知道。地的根基摇动了，这句话其实很重。一个社会若缺乏公义，整个体系都会动摇。有钱买得动法律，有势压得住真相。这样的地不是站在磐石上，而是沙滩城堡，迟早崩塌。我曾说，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6到7节，神在这里点破核心问题，你们本来是有神赋予的权柄，应该像神一样行公义、好怜悯，结果你们用权力来榨干弱者，像极了一群以为自己无敌的凡人。但神说，你们虽然头衔叫神，但会死，会倒下，会被审判，就像 CEO 以为自己就能凌驾公司法，结果哪一天财报一出事，马上走路。神提醒我们，职位与权柄是借来的，
行不义的债，迟早要还。诗篇结尾超有画面感，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第8节，观众朋友，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是什么感觉？像是全场都已经等不下去了，一起喊：法官出来主持公道吧！这不是人在催神出场，而是人在承认我们不配审判世界，真正的审判主，拜托快来救场。诗篇82篇不是一首让你灵修舒服的安慰诗，它是神站起来指着人类说：我给你权柄，是要你代表我，不是代替我自肥。无论你是谁，哪怕你只是班长、社长、家长、主管或教会小组长，你都有影响别人的神级角色。问题是，你用它来祝福人，还是压榨人？因为神站起来了，他正看你怎么审判，包括你如何对待你看似微不足道的周围人。